灵动的自信和从容让雷蛇感到不安，而他的吞噬之戒更是让魔岩王朝的强者们感到绝望。在这个黑暗的空间中，他们的元力被无情的吞噬，阵法的能量也在迅速流失。雷蛇尽管愤怒，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最终，在灵动的吞噬之戒中，魔岩王朝的强者们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量，光网阵法彻底崩溃。灵动站在高树上，闭目等待，他已经从猎物变成了猎手，而魔岩王朝的强者们只能在黑暗中等待裁决。在临海的上空，清风拂过，带起层层葱郁的涟漪，直至视线的尽头。而在这片生机勃勃的临海中央，一块巨大的四角黑幕静静矗立，宛如一座孤岛，周围10数丈范围内光线被无情吞噬，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，令人望而生畏。灵动站在这黑幕之外，抬头审视着他的杰作吞噬之戒。这是吞噬祖符的一种能力，能够逐渐吞噬其中的一切力量，包括元力和精神力。在这个空间里，他是绝对的主宰，而对手则会逐渐衰弱，直至彻底失去抵抗之力。小雕从他的肩膀上闪现出来，带着一丝得意地解释着这一切。然而，即便是如此强大的吞噬之戒，也有其极限。小雕提醒，如果灵动的实力足够强大，那么这吞噬之戒将更加恐怖，甚至能够吞噬生命力。灵动对此感到震惊，但也好奇这吞噬之戒是否有破解之法。小雕解释说，没有绝对的无敌，吞噬之戒虽强，但也有其承受的临界点。对于那些度过涅槃劫的强者，这吞噬之戒或许难以困杀，但至少能够保证灵动全身而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吞噬之戒中的雷蛇等人气息越来越微弱。灵动感应到这一点，便挥手让吞噬之戒消散。黑暗如同墨水般迅速退去，露出了雷蛇等人狼狈的身影。他们面色惨白，气息萎靡，显然在吞噬之戒中吃尽了苦头。灵动戏谑地望着他们，轻松地将他们抓获，而雷蛇等人则意识到他们已经彻底落入了灵动的掌控之中。雷蛇果断地选择撤退，但灵动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们。他需要涅槃丹，而这些魔岩王朝的强者们正是他的财源。灵动轻松地将雷蛇等人抓获，从他们手中获得了乾坤袋，里面装满了涅槃丹和其他珍贵物品。然而30多万的涅槃丹对于灵动冲击涅槃境的计划来说仍然不够。这时小雕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，利用这些强者作为人质，向魔岩王朝勒索更多的涅槃丹。灵动的嘴角露出一抹狡黠的微笑，绑架勒索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新鲜而有趣的事情。而雷蛇等人面对灵动的计划，只能感到一阵寒意。灵动打算用雷蛇等人的性命换取100万涅槃丹，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魔岩王朝的公然挑衅，等于雷蛇等人虽然愤怒，但也明白自己的处境，他们的命已经掌握在灵动的手中。雷蛇试图以魔岩王朝的强大来威胁灵动，但灵动对此并不为所动。他清楚与魔岩王朝的恩怨已经无法避免，既然如此，他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。他将雷蛇等人封印，确保他们无法逃脱或反抗，然后与小妍一同离开了那片山脉。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灵动将雷蛇等人震晕，然后开始准备冲击半步涅槃。小雕提醒灵动先抹除体内的血烙印，以避免魔岩王朝的追踪。灵动一言行动，经过1天的努力，终于将血烙印彻底抹除，这让他感到一阵轻松。接下来灵动开始了冲击半步涅槃的修炼。他调动了30万涅槃丹，这些涅槃丹化为一股洪流，围绕着他旋转，释放出滚滚涅槃之气。灵动运转吞噬祖符的力量，将涅槃丹一一吞噬，吸收其中的涅槃之气。随着涅槃之气的不断积累，灵动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皮肤逐渐变得火红，金色的光泽在其中闪烁，这是涅槃之气在改造他的身体，提升他的修为。魔岩城，这座位于远古战场西北地域的城市，因其主宰者魔岩王朝而声名显赫。城中汇聚了众多王朝，从中级到高级，无一不承认魔岩王朝的统治地位。魔岩王朝的实力足以让所有王朝敬畏。然而，最近魔岩城的焦点事件却是灵动，这位敢于挑战魔岩王朝威严的年轻人。他不仅击杀了一名涅槃强者，更是让雷蛇等强者前去追杀。这一行动在城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雷蛇和陈木的强大，以及随行的准涅槃强者们的实力，都让人们认为灵动此行必无生还之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雷蛇一行人却迟迟未归，这让魔岩城的气氛变得紧张而诡异。一些敏感的人开始察觉到事情的不寻常，而城中的高级王朝也在暗中期待着魔岩王朝的失利，希望能见到其威严的丧尸。终于，一道狼狈的身影出现在魔岩城的上空，打破了沉默。那人是雷蛇一行人之一。魔岩城的中心，高塔之巅的石殿内，气氛凝重到了极点。魔岩王朝的强者们聚集于此，他们的目光集中在坐在石椅上的白衣人影身上。那是魔岩王朝的领袖，一位拥有可怕寒气的存在。白衣人影的问话证实了灵动的挑衅，而被放回来的魔岩王朝强者的颤抖回应，更是让大殿中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白衣人影的愤怒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了整个大殿，那名强者被狠狠地甩在石柱上，鲜血直流。白衣人影的冷笑，他承诺会准备好涅槃丹，
但同时也在暗示灵动是否有胆量来取。魔岩城的风云变幻，灵动与魔岩王朝之间的恩怨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。魔岩城的气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雷蛇一行人惨败于灵动手中的消息，尽管魔岩王朝试图封锁，却仍旧无法阻止这一震撼消息的迅速传播。整个城市的居民，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个王朝的强者，都被这一结果深深震撼。原本雷蛇等人的行动被视为一场毫无悬念的狩猎，一个刚刚进入天符师的灵动，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容，似乎只有束手就擒的份。然而现实却给了所有人一个响亮的耳光，灵动不仅战胜了雷蛇他们，更是采取了绑架勒索的手段。这一行为在魔岩城的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。魔岩王朝虽然不是远古战场西北地域的绝对霸主，但其睚眦必报的性格和强大实力，使得即便是高级王朝也不愿轻易招惹。他们虽然跋扈，但也懂得分寸，不会无端挑衅那些强大的王朝。这种策略使得魔岩王朝在这片地域的名声日益响亮。然而灵动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，他的胆大妄为不仅挑战了魔岩王朝的威严，更是让整个魔岩城的居民都陷入了一种期待与紧张交织的情绪之中。他们想要亲眼见证这位敢于向魔岩王朝索要100万涅槃丹的年轻人究竟有何等的胆识和能力。在这种期待中，魔岩城的居民们开始猜测灵动的真实身份和背景。有人怀疑他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持，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一时冲动的狂徒。但无论如何，灵动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魔岩城每个人的心中。在魔岩城的居民们翘首以待的同时，灵动在遥远的山脉中进行着他的修炼。10万涅槃丹汇聚成的洪流，如同火红的光柱直冲云霄，涅槃之气弥漫四周，为这片山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热度。灵动的身体在这种高温的淬炼下变得赤红如炭，周围的植被都难以承受这样的高温，纷纷枯萎。灵动头顶的黑洞缓缓旋转，吞噬着源源不断的涅槃丹，将其转化为精纯的涅槃之气注入灵动的体内。这种修炼方式对于常人来说无疑是自寻死路，但对于拥有吞噬祖符和小涅槃金身的灵动来说却是如鱼得水。小雕目睹了这一切，对灵动的修炼速度感到满意。在吞噬祖符的帮助下，灵动成功地吸收了10万涅槃丹，这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在他这里却成为了可能。随着修炼的进行，灵动的小涅槃金身也达到了大成的境界，他的肉体强度已经足以媲美一些涅槃强者。当修炼结束，灵动站起身来，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和火热。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不仅仅是魔岩王朝的怒火，还有整个魔岩城的期待和挑战，但他没有丝毫的畏惧，因为他有着足够的实力和准备。小雕告诉灵动，他已经在雷蛇等人体内做了手脚，这无疑给灵动增添了几分信心。即便魔岩王朝的强者们想要报复，也不会轻易得逞。灵动抬头望向远方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的期待。他要去取回那100万涅槃丹，这是他应得的，也是他为了突破涅槃境所必须的。魔岩王朝的威胁对他来说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。动身吧，小雕，灵动轻声说道，他的身影在山林间快速穿梭，向着魔岩城的方向前进。魔岩城的气氛在灵动即将到来的消息中达到了沸点，城中的居民和强者们纷纷涌向城墙，他们的目光穿透远方，试图捕捉到那个敢于挑战魔岩王朝威严的年轻人的身影。灵动的名字如同一股狂风，席卷了整个西北地域，成为了无数人讨论的焦点。石轩，魔岩王朝的强者，他的怒火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，压抑而危险。他在石殿中的一席话，更是让所有魔岩王朝的强者们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们知道石轩不仅仅是说说而已，他是真的会将任何敢于挑衅魔岩王朝的人付出代价。然而就在魔岩王朝的强者们讨论灵动时，灵动真的出现了。他的出现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，投入了魔岩城这片沸腾的油锅中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城中的强者们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其他目的，都想要亲眼见证这场即将到来的对决。灵动的大胆举动让一些人感到敬佩，认为他有着不凡的勇气和实力，但也有人对此嗤之以鼻，认为他不过是在自寻死路，鲁莽的行为最终只会带来毁灭。不过不管人们如何看待，灵动的到来无疑将成为魔岩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。魔岩城的气氛在灵动的到来中达到了顶点，城墙上的观众们心中充满了紧张和好奇，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年轻的身影上。石轩的身影如同一座冰山，冷峻而不可侵犯，他的目光锁定在灵动身上，那种冰冷的杀意让城墙上的众人都感到一阵寒意。然而灵动似乎并不为所动，他的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，仿佛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畏惧。魔岩王朝出来取人了。灵动的直接要求更是让城墙上的人们感到一阵惊讶，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，仿佛已经将涅槃丹视为囊中之物。这种态度无疑是对石轩的挑衅，也是对整个魔岩王朝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城墙上的人们知道今天的对决将会是一场精彩的较量。灵动和石轩两位强者的碰撞
将会是一场力量和智慧的较量。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，等待着这场对决的开始。石轩的嘴角勾起一抹森然的笑意，他的身体周围涌动的寒气愈发浓郁。而灵动站小妍背上，他的目光坚定。石轩的阴厉目光如同实质一般，试图从灵动的身上寻找到一丝的破绽或是恐惧，但灵动的平静和淡笑却让他的锐利视线无处着力。灵动的态度从容而自信，仿佛并未将眼前的一员涅槃境强者放在眼里。城墙上的观众们屏息凝视，他们能够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气氛愈发紧张，就像是一根绷紧的弦，随时都可能断裂。灵动的话语更是在这片寂静中显得尤为突兀，他的问题直指魔岩王朝的软肋，逼迫石轩做出回应。石轩的眼神微微一凝，他并未直接回答灵动的问题，而是缓缓开口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冰冷的讥讽：怎么，魔岩王朝舍不得拿出100万涅槃丹换取雷蛇等人的性命？灵动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想见。有些人你是得罪不起的，不要为自己埋下祸根，不然等后悔的时候恐怕就晚了。灵动手掌一扬，小妍巨大的芒尾陡然掠出，在那芒尾之上结结实实地捆缚着9道身影，正是雷蛇等人。给你10息时间，到时候若再见不到涅槃丹，我便直接全部杀了。灵动的声音波澜不惊，仿佛是在说着最为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，但就是这种平静，反而是令得那石轩眼瞳都是微微一缩。城墙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灵动和石轩之间的交易上。灵动的冷静和果决，以及石轩的愤怒和无奈，让这场交易充满了戏剧性。灵动的行为无疑是在告诉所有人，他并不惧怕魔岩王朝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他掌握了主动权。石轩虽然心中怒火中烧，但在灵动的强硬态度面前，他不得不做出让步。他知道雷蛇等人对于魔岩王朝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战力，尤其是雷蛇，它的潜力和价值远不止100万涅槃丹。因此，尽管心中极度不愿，石轩还是选择了交换。灵动的精神力控制和对局势的把握，展现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战士，更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家。他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，准确地判断形势，这使得他在这场心理和力量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。随着乾坤袋的安全收入囊中，灵动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哈哈，多谢魔岩王朝款待了，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们再好好叙叙。涅槃丹到手，灵动也是一声大笑，小妍也是立刻扇动双翼，犹如闪电般对着远处暴掠而去。石轩的面色阴沉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灵动的强烈不满和愤怒。在他看来，灵动的行为已经触及了魔岩王朝的底线，而他作为魔岩王朝的主宰者，绝不能容忍这样的挑衅。石轩的怒火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，他决定要给灵动一个深刻的教训。城墙上的观众们目睹了这一幕，他们的心情复杂，既有对灵动勇气的敬佩，也有对即将发生冲突的紧张和期待。他们知道石轩不会就此放过灵动，而灵动也不会轻易屈服。灵动站稳后，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石轩身上，眼中闪烁着坚定和不屈的光芒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涅槃强者，但他并没有退缩的意思。灵动的涅槃金身大成，给了他与石轩对抗的底气。石轩对灵动的涅槃金身感到惊讶，他没想到灵动能在半步涅槃的境界就将金身修炼到这种程度，难怪敢这么嚣张，原来真是有点本事。不过今天在我魔岩王朝面前，你就算真是条龙，也得给我趴着。石轩的气势在不断攀升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一种危险的气息，仿佛一头即将扑击猎物的猛兽。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只有决绝和杀意。面对灵动的挑衅，石轩没有多言，他用实际行动来回应。在遥远的天际，两位强者的对峙吸引了无数目光。石轩早已名震西北，以其一元涅槃境的实力和魔岩王朝的背景，成为了众人仰望的存在。而灵动虽是近期崛起的新星，却以其独行侠的姿态和挑战魔岩王朝的勇气，引起了广泛的震撼。这场对决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，这两位名人的较量究竟谁能更胜一筹。石轩脚踏虚空，目光如炬，寻找着对手的破绽，口中冷笑，嘲讽那些偶有奇遇便自视甚高的人。他认为这些人中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。而灵动，他视其为同类，却坚信对方不会是幸存者之一。灵动的平淡笑容似乎在挑衅着石轩，让他的心中燃起怒火。在石轩看来，灵动对魔岩王朝的漠视，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过度自信。随着石轩的愤怒，他的体内金光流转，元力波动如风暴般席卷四周。他的印法变幻莫测，天地元气随之旋转，光芒爆发，一座庞大的山岳在天空中凝聚成型，其巅之上，巨大的符印散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石轩的魔印镇山拳如同天罚，拳劲所至，连天空都为之颤抖，地面在阴影下塌陷。石轩的出手彰显了一元涅槃强者的真正实力，他的元力凝形之术远超雷蛇等人，其威势足以将涅槃强者如晨暮轰爆。面对压顶而来的山岳，灵动眼中凝重，却不失冷静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手掌翻动间，古老的蒲团现于手中，正是运神蒲团。
灵动的元力与精神力汹涌而出，灌注于蒲团之中。随着力量的注入，一道混沌色的光柱冲天而起，引得天地元气沸腾。石轩见此，面色微变，他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不凡，意识到灵动竟能融合两种不同的力量，这让他心中波澜起伏。石轩明白，即便是经历更多涅槃劫，他也难以达到这种境界。然而，他很快将注意力集中在那蒲团上，意识到这是灵动力量的来源。灵动师展出大荒球天指，五指尽数展开，这是他首次以精元之力催动，其威势令天地震荡。城墙上的观众目睹那悬浮的古老巨指，无不感到震撼。灵动战意盎然，半步涅槃的实力加上天符师的能力，让他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这门武学。五指悬空，灵动挥臂，古老巨指首尾相接，暴掠而出，冲击力之强，仿佛连虚无都为之扭曲。空气爆炸声连绵不绝，而当巨指与山岳相撞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如同9天惊雷在天地间回荡，大地颤抖。第一根巨指在接触的瞬间爆炸，第二根紧随其后，正面冲击山岳。在石轩的冷笑中，灵动的大荒球天指前3指在山岳的重压下，仅仅坚持了10数秒便爆炸开来，引起了旁观者的哗然。他们认为灵动的武学虽然声势浩大，但威力似乎并不如预期那般强大。然而灵动的眼中并未因此波动，他深知每一指的威力各有千秋，尤其是第5指，他的力量有着质的飞跃。因此他对那些过早的嘲笑和质疑不为所动。正如灵动所预料的那样，当第4指炸裂后，最为古老和凝实的第5指终于落下，准确无误地点在了山岳之间的奇异符文上。这一刻，原本势如破竹的山岳猛然停滞，天地间沸腾的元力似乎也在这一刻凝固。2个庞然大物在空中对峙，散发出的波动令涅槃强者都感到心悸。灵动的第5指融合了他半步涅槃境的元力和天符师的精神力，展现出了惊人的威力，甚至让灵动本人都感到惊诧。灵动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陡然变得凌厉，随着他的低喝，第5指上的古老纹路爆发出璀璨光芒，散发出一种仿佛超越造化武学的可怕威势。石轩眼瞳紧缩，目睹山岳上的符文开始崩溃，最终在一声巨响中，庞大的山岳被最后一根巨指生生震爆。即便是石轩，也在那狂猛的波动中被迫退后数步，才稳住身形。城墙上的观众在这一刻陷入了寂静，随后响起了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。他们惊叹于灵动所施展的武学之强大，以及那奇异能量的不可思议。石轩稳住身形后，眼中闪过浓郁的贪婪。他意识到灵动的武学之所以如此强大，与运神蒲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在欲望的驱使下，石轩身形一晃，出现在灵动面前，直接伸手向运神蒲团抓去，意图夺取这个能够增强他力量的宝物。石轩的身影如同瞬一般出现在灵动面前，他并未对灵动发起攻击，而是直接伸手抢夺运神蒲团。灵动迅速察觉到石轩的意图，眼神一寒，随即踏出一步，周身爆发出万丈光芒，凝聚成一头光明巨象，施展出圣象崩天状的绝技。光明巨象带着撼天动地的冲击力撞向石轩，而石轩却选择无视灵动的攻势，依旧伸手抓向蒲团。他对蒲团的功能垂涎3尺，认为若能得到它，必将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。石轩自信满满，即使应接灵动的攻击，也相信自己能够安然无恙。灵动见石轩无视自己的攻击，心中一紧，光明巨象的冲击力猛烈撞击在石轩身上。石轩体内金光涌动，抵御着冲击力，但他伸出的手掌在即将触及蒲团时凝固，无法再前进分毫。灵动冷喝一声，身体爆发出璀璨金光，光明巨象化为巨大的金象，再次撞击石轩。石轩被震退，面色铁青，显然灵动能够正面将他震退，出乎他的预料。石轩虽然应接了灵动的攻击，却依旧生龙活虎，显示出他度过涅槃劫的强者风范。石轩稳住身形，面子挂不住，眼中寒流涌动，伸出手指对准灵动，指尖金光疯狂凝聚。他发动了金刚裂天指，金色光束闪电般射出，空间仿佛留下金色痕迹。灵动眼瞳紧缩，掌心旋转，黑洞成型，准备迎接攻击。然而金色光束在即将到达十轨异地斜拐，并非攻向灵动，而是直击运神蒲团。灵动这才恍然大悟，石轩的目标始终是蒲团，既然无法夺取，便选择将其毁灭。石轩的这一手狠辣而出乎灵动意料，使得灵动措手不及。金色光束狠狠击中蒲团，运神蒲团在灵动震惊的目光中裂开裂纹。运神蒲团虽然不是顶级灵宝，但其能融合精神力与元力的独特功效，对灵动而言却极为珍贵。然而在石轩的全力一击下，蒲团终究无法承受如此破坏，最终在灵动阴沉的目光中炸裂开来，化为漫天光点。石轩在远处冷笑，心中虽有惋惜，但也庆幸这宝贝没有落入灵动手中。但就在蒲团炸裂的瞬间，一道毫芒从光点中暴掠而出，第一个接触到灵动的身体，却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连灵动自己都未曾察觉。灵动面色阴沉，心中怒火中烧，澎湃的精神力随之喷发，天地间狂风大作，乌云凝聚，雷鸣阵阵。城墙上的观众对灵动展现出的精神力感到震惊，
连石轩也不禁眯起了双眼。灵动施展吞噬雷掌，天空中的雷霆化为漆黑色雷电掌印，与石轩的攻击硬碰硬。两人的战斗激烈异常，城墙上的众人对灵动能与石轩抗衡感到惊讶。然而，明眼人都能看出，持久战对石轩更为有利。在一次硬碰硬的交锋后，灵动身形倒退，石轩冷笑着宣告胜利在望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小雕的声音在灵动心中响起，提醒他体内出现了状况。灵动虽然疑惑，但对小雕的信任让他决定撤退。你以为凭借这些东西就能将我拦下来？手中出现了一枚古朴的钥匙，远古秘钥。石轩见状，立刻发动攻击，试图阻止灵动，但灵动只是一笑，秘钥爆发光芒，将他的身影包裹，随即消失在天空之上。石轩的攻击落空，他望着空荡荡的天空，面色铁青。灵动不仅成功逃脱，还带走了100万涅槃丹，留下了一句让石轩愤怒的话：不用送了，这100万涅槃丹我今日笑纳了，其他的事下次见面你小心一点。